那一个深情拥抱照亮了整个春天。宋祖儿童星出身，眉眼灵动，演技与颜值兼具。从小站在聚光灯下的她，自带仙气，是许多导演心目中最接近女主模板的存在。而刘宇宁凭借独特嗓音闯入乐坛，又以稳扎稳打的演技跻身影视圈。但她始终被贴着跨界演员的标签，甚至在某些评论区被戏称为演技路人。当这样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出现在折腰的主演名单中，瞬间引爆热议。宋祖儿太仙了，刘宇宁太接地气，完全没有 CP 感。是不是剧组在试水话题流量？一时间质疑如潮水般席卷而来，但没有人想到，这场看似错位的合作竟成为今年最让人意难平、最令人沉醉的荧幕搭档之一。从陌生到信任，剧组第一次全员集合是在3月的某个黎明，薄雾未散，空气中还带着些许寒意。宋祖儿身穿粉色纱衣，宛若画卷中走出的仙子，刘宇宁则身披铠甲，眼神坚定，气场沉稳。那一刻，没有惊为天人的炸场，也没有所谓一眼定 CP 的惊艳，只有淡淡的他们真的行吗？回荡在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心中。前期拍摄并不顺利，刘宇宁的情绪掌控常常过火，把深情演得用力过猛，甚至在对戏时频频卡壳。导演多次皱眉，副导演悄悄说他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演男主。然而在所有人准备放弃的时候，宋祖儿却始终没有转身离开。他主动找刘宇宁对台词，协助他理清人物弧光，在休息时拉他一起揣摩剧本，练习眼神的细节。甚至在导演暴躁的时候，他站出来挡枪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已经进步很多了。正是这份不离不弃的同行，埋下了他们关系升温的种子。刘宇宁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，他从来没有让我觉得我是累赘，而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搭档是可以相互成就的。那一场深情拥抱，所有的坚持在那一幕拥抱中爆发。那是一场夜戏，剧中角色经历生死离别，重逢时相拥而泣。拍摄现场气氛沉重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镜头中，刘宇宁紧紧抱住宋祖儿，眼中含泪，却克制得近乎忍耐。宋祖儿靠在他怀里，唇角颤动，那一刻没有一句台词，却让所有人心碎。当这组路透图被曝光在网络上，瞬间掀起轩然大波。这眼神，这动作太真实了，我看到了爱情的模样，不是在演戏，是在谈恋爱吧。那一夜，网友彻底沦陷，魏乔夫妇一夜爆红，话题热度直冲热搜前3。从一开始的毫无火花到如今的甜到掉牙，他们用一个拥抱完成了最震撼的口碑逆转。恩怨交织的情感长河。折腰之所以打动人心，不仅仅因为俊男美女的组合，更是因为这段感情承载着更深的层次，是命运与选择的交锋，是爱与责任的纠缠。魏少这个角色复杂且多维，他身处权谋漩涡，背负家仇国恨，但在乔曼面前，他又如孩童般渴望温暖。刘宇宁赋予了魏少一种沉默中的爆发力，那种眼神里压抑着的情感，让人忍不住想替他落泪。乔曼则像一束光，柔和却坚定。宋祖儿把她的坚韧与柔情演绎得恰到好处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，而是在命运掌控中挣扎、反抗、坚持的女性。这种女性形象对于荧屏来说是一种稀缺的力量。两人之间的情感不是俗套的你救我一次我就爱你，而是经过一次次试探、牺牲、理解所建构的深层关系。这种情感更像现实生活中的爱情，有犹豫，有误解，但终究愿意携手同行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是愿意在命运最黑暗的时候为彼此点一盏灯。真实的感动更动人，戏外的故事往往更容易触动心弦。剧组成员私下透露，宋祖儿和刘宇宁之间并不总是默契十足，但正因为这份不默契，才有了逐渐磨合的真实过程。没有天生的灵魂伴侣，只有愿意走进彼此的两颗心。那场宋祖儿因高烧突然晕倒的事件，剧组一度陷入恐慌，而最先冲上去的人是刘宇宁。他背起他的那一刻，不需要演技，不需要镜头记录，那是一种天然的保护本能。
事后他只说了一句轻描淡写的他是我搭档，却让无数网友泪目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真正的守护是无需解释的行动。还有人提到，刘宇宁曾在大雨中陪宋祖儿拍情感对手戏，两人全身湿透，他没有一句怨言，只在收工后给他递了一件干衣服。这种细节虽然不起眼，但正是构建信任与亲密的基石。生活中，我们总渴望那样一个人，在我们最狼狈时默默撑伞，在我们最无助时不离不弃。他们之间那份静水流深的陪伴，恰恰是现代人最缺乏、最渴望的感情样本。从质疑到热爱，在如今这个流量及正义的时代，公众人物往往要承受超出常人的压力。宋祖儿与刘宇宁的合作，从一开始就站在风口浪尖，不是因为丑闻，而是因为不被看好。起初网友吐槽 CP 感不足，甚至连两人的互动也被放大解读为尴尬、无化学反应。这种审视的目光如刀般锋利，足以摧毁一个演员的信心。可他们没有解释，没有炒作，只是默默拍戏，用作品回击质疑。随着剧情推进，越来越多观众发现，他们的化学反应不是一开始就炸裂的，而是在日积月累的对戏中慢慢沉淀的。这种情感真实的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，从陌生、磨合到信任与依赖。网友从劝退到上头，从冷眼旁观到主动剪辑，这不只是态度的变化，更是一种情感的认同。我们愿意相信，在娱乐至上的世界中，依然有人凭本事和真诚逆风翻盘。他们的故事也为每一个被低估、被误解的人照亮了一条路。别怕被看清，真正的价值会在时间里闪光。现实与虚构的交融，荧幕之外，他们终究会回归自己的生活，但在观众心中，那份魏乔夫妇的情感已经不再只是角色的表演，而是一种理想关系的寄托。我们羡慕他们之间的陪伴，不是因为他们俊美的外表，而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那份看得见的用心。他们在剧中是命运对抗下的爱侣，在现实中则是相互支持的伙伴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想要的不正是这样一份关系吗？在世界喧哗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懂你，信你，哪怕全世界都不看好。这种现实与虚构的交融，是影视剧最动人的魔力。我们明知道剧情是虚构的，可在他们身上却看到了理想爱情最真实的模样。你在低谷时拉我一把，我在高处时带你一程。这是一种契约，也是一种温柔。宋祖儿和刘宇宁之间的情感张力，不只是演技塑造的火花，更是两个灵魂在共同经历挑战后自然而然的贴近。这才是最难得、最真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才舍不得他们的故事结束，才会反复回味那一个拥抱，那个眼神，那些没有说出口但彼此明了的默契。愿你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 CP 感。折腰不只是剧本里的起承转合，它更像是一场关于信任与坚持的修行。他们在误解中携手，在低谷中扶持。他们不是天选之人，却用真诚书写出最动人的篇章。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像他们一样，在人生的低谷中不退缩，在不被理解时不放弃。你也终会等到那个在你疲惫时递上一杯热茶的人，你也终会遇见那个在你崩溃时默默守护的人。别急，那一个深情的拥抱正在未来等你。最后的话，看到这里，说明你和我们一起走完了这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之旅。愿这份温暖也同样抵达你的心中。如果你也被这段真实而动人的情感所打动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你最喜欢魏乔夫妇的哪个瞬间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故事。你的一次点击，就是我们继续讲好故事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次再见。